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那么今天我们会接续上一集，讲到运动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讲过，可以非常很多的好处。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一个运动跟癌症，跟癌症有这么大的关系，各位一定是非常的惊讶。我们知道癌症，首先我跟各位讲解一些癌症的目前的状况。全世界一年里面死于癌症的每年超过1000万个人。那么全世界死亡因为癌症死亡最大的癌症是什么？各位猜猜看，所有癌症列出来，死亡率最多人数最高是肺癌。那可能是因为空污 PM2.5 的污染，全世界一年死于肺癌的人数大概170万个人。哇，这么多的病人。接下来各位问，为什么我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不会得癌症？我们知道癌症过去的观念里面一直是一个强调的理论，叫做基因的理论。基因理论就是在染色体复制的时候产生随机的突变。首先我跟各位厘清一下癌症产生的原因。你常会问，为什么他会得癌症？为什么他不会得癌症？这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过去的观念，一个人会得癌症是因为你的干细胞在分裂的时候，染色体产生随机的错误，造成细胞一直不断的分裂。这个细胞不会死亡，而且它会制造新的血管，让你的癌细胞转移出去。癌细胞在发展到0.2公分的时候，当你还在所有检查都看不见这个癌细胞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转移出去了。转移的路径，因为癌细胞非常聪明，它会分泌一种叫做血管新生的一种激素，让体内帮它制造血管通到癌细胞，然后癌细胞经由这个通道把它的癌细胞转移出去。另外，癌细胞还会逃避免疫细胞的包围及攻击。那很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癌症，因为它里面的抑癌细胞，我们叫 P53 抑癌细胞出现了问题，所以它没有办法，这个基因没有办法去抑制 P53 的基因，没有办法去抑制癌症的生长。后来我们又推翻了这个理论，认为说癌细胞并不大部分不是因为先天的遗传，比如说父母亲的遗传，癌基因可以让小孩子也有致癌的一个基因存在。在2016年，有一些科学家发现一个研究报告，认为说癌症的发生，你的干细胞分裂以后产生错误，只有占20%到30%。其实大部分会长癌症是基于在70%、80%的原因是在于后天的一个因素所在，那就是你的饮食习惯，你是不是抽烟、喝酒，你是不是常吃一些防腐剂去腌制的食物，那你是不是少吃的蔬菜跟水果，这些所有的通通的因素加起来，才是造成你癌症的最大的因素，这些占了70%至80%的原因。接下来各位就会再问，那癌症跟运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发现有一篇收集了144万个人，发现如果你在各种所有族群当中，你可以做到90%百分比运动的人，它降低的跟你只有做到10%运动的人，它所有14项癌症全部都会降低发生率。那么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适当的运动才会让癌症产生？我们在上一集讲到高密度间歇性的运动跟中密度持续性的运动对癌症及运动各种慢性疾病的一种帮忙。
我们有提到，所有的运动，你只要持续的做，都会对癌症有很大的预防效果。全世界里面，对于运动与癌症的研究最透彻就是北欧国家，像挪威、丹麦。所以这些北欧国家的科学家呢，他们把他们国家的居民在运动之后的马上的抽血，他的血清跟所有的肺癌细胞以及乳癌细胞做个培养，发现他们都可以大大的抑制这些癌细胞的存活率。但是如果把这些运动过后2个小时后的血清再拿出来，同样跟肺癌跟乳癌细胞去做培养的话，发现就没有这个效果。所以科学家得到这个结论，那就是在运动之后马上2个小时之运动2个小时之后马上抽血出来，那个血清里面含有大量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因子。所以后来发现呢，我们运动之后可以产生高达9000到10000种的细胞激素，我们通称它叫运动激素。哇，9000到10000种的运动激素，这些运动激素包括许多小分子的核酸，包括许多的肌肉激素，都可以让癌细胞的存活率降低。因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持续的运动，让我们的癌细胞无所现形。接下来我告诉各位，要做到什么样多少量的运动对我们癌症的预防最有效。在统计上认为说，8000分钟这么高能量运动并没有办法预防所有的癌症，反而每一个礼拜做到4000到3000分钟 MET 的当量，这样对我们的癌细胞才是最有效果的。那怎么达到3000到4000 MET 分钟每周的运动量呢？最简单的，各位记住2个运动：每天20分钟的跑步，每天10分钟的爬楼梯。这么简单的运动就可以达到3000到4000 MET 分钟每周。但是各位要记得，要持续做这些运动，而且又在最好是早上，在空气非常新鲜的环境之下，所有芬多精很多的大树下，清晨让你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一些运动，那才是最优良、最有品质的运动。所以到最后，我还是跟各位提醒，如果大家能够希望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至于得到癌症，要注意生活规律、饮食起居，不抽烟，不要喝酒，多吃蔬菜水果，把你身上的体重减轻。因为我们的肥胖会牵涉到所有癌症的一个启动机转，跟癌症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早睡早起，早起运动，这样子才能够永远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让癌症不会侵犯到你的身体。如果你的家族带有癌症基因的话，那请你提早做好身体的各项检查。以上就是我给各位分析了运动跟癌症有这么大的关联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最后，我们对于癌症的治疗，现在除了传统的治疗之外，台湾已经有发现最新的非常好的治疗，包括口腔癌、所有的癌症，那就是免疫疗法。免疫疗法包括了免疫药物、免疫细胞及免疫生态3合1的疗法。这3个疗法在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这3个疗法。除了传统的化疗、标靶、手术治疗，我们可以加上卫福部合法的细胞疗法，就叫免疫细胞疗法，可以加上瑞士进来的免疫生态疗法，再加上
医院常用的免疫药物疗法，叫做检查等抑制剂疗法。这3种疗法合并在一起，其实对于癌症它的转移及复发有非常好的效果，它也有很多的全世界论文。那么有关这些免疫疗法，我们得乞丐跟各位做详细的解说与阐述。今天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你的健康提升有大大的帮助。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按赞、分享，以及到我们底下做留言。你所希望知道的问题，你的疑难杂症希望解决的，我们有坚强的医师团队来帮你解决你的疑难杂症。谢谢各位观赏。